妹妹已经是第4次买隐形眼镜了，但是一次也没有戴成功过。她非常懊恼地问我，为什么我那么笨，就是戴不上去，不管戴多久，感觉根本放不到瞳孔上，我注定就要丑下去吗？为了让自己好看一点，她真的不想再戴眼镜了。可是她有预感，这次隐形眼镜还是会以过期告终。我说，你戴眼镜也没有不好看啊。她说不行，眼镜戴久了眼睛会变形，太丑了，我无论如何要把隐形戴上。其实不必勉强啊，变美的方式有很多种，不是只有戴隐形这一种。妹妹的事让我想起了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先是一个男生朋友，在上海的这几年，从一个不会搭配衣服的菜鸟进化成了一个穿衣品味特别高的白领型男。但最致命的一点却是他太矮了。为了能够吸引女生的注意，每次穿鞋都要加增高垫。可是日子久了就有个问题，他的脚后跟特别痛。即使如此，他依旧锲而不舍，从来不肯将增高鞋垫脱掉，导致一次体检的时候，医生告诉他，长期穿戴增高垫，膝盖可能会出现问题。然后是一个女生朋友，为了多赚点钱，总是争取加班的机会，凌晨3点还在处理工作，第二天一大早6点又起床去挤地铁上班，每天睡眠时间连4个小时都没有，结果导致她满脸痘痘，精神萎靡。还有一个朋友，他根本不能喝酒，可上司总喜欢带着他喝酒。一开始我让他拒绝，他说完全没有办法，如果不混酒局，就无法扩展自己的人脉。结果酒一杯一杯的喝，人脉一点一点的扩，他却隔3差5就要去医院拿药。这几个朋友的生活都可以用2个字概括：硬撑。我相信每一个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可是打拼不代表拼命啊。很多20来岁的年轻人都特别迷茫，害怕自己拥有的不够多，又害怕时间过去太快，自己赶不上，所以总是把做最好的自己当做座右铭。可是努力需要讲究方法，打拼需要讲究技巧，不是一味的付出和透支就能换来最好的自己。记得上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非常努力的女生，每次下课第一时间就冲到讲台上去问老师题目，每天做题做到食堂的菜都冷了才下去吃，每天都想着自己要努力，要进步，要成为班上的佼佼者。可是最后她依旧没有考过那些看起来不怎么努力，随随便便就拿下年级第1的同学。当时我同桌觉得她太累了，就去开导她要注意身体，题是做不完的。结果那个女生反而把我同桌骂了一顿，说你们这些不努力的人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别人。我同桌特别委屈，说只是不想看她每天都吃冷饭冷菜，因为那样伤胃，特别容易得胃病。努力打拼，积极进取，当然没有错，只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付出之后却没什么成果。可能问题不是出在他们不努力上，而是出在他们用力的方式上。那个总是穿增高垫的男生，有一次遇到了一个女生，他很喜欢，女生也看上了他。可是时间一长，女生就发现了他垫增高垫的秘密，第2天就没有再和他联系。女生觉得男生欺骗了她。那个满脸痘痘的女生终于拿到了她的加班工资，可是在公司有重要项目的时候却一病不起，反而错过了升职加薪的机会。
而那个每天酗酒的女生终于找到了机会跳槽，以她手上的人脉资源为筹码，工资翻了3倍。可是体检报告却告诉她，她的肝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和她喝酒有关，另一方面和她长期服药有关。他们3个都曾给我打过电话倾诉，想让我好好的告诉他们到底错在哪里。最主要的是，他们都对自己失望透顶。我们总是要经过一些修正来弥补自己的缺陷，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勉强自己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死循环，明知有问题却还不肯让步改道。每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都是用自己的青春去赌一个灿烂的明天，但怕的就是不放过自己，到最后时候又破罐破摔，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自己就是最差劲的那一个。其实物极必反，努力是好事，但逞能却是对自己的一种刻薄。当你过度透支自己的时候，请对自己好一点。当你失败的时候，也请千万别破罐破摔。回头去想，或许不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不对，或许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找到正确前进的方式。不是每一次出发都能成功的到达，但是只要终点不变，保持行走，你一样可以用别的方式抵达。在大城市打拼，很勇猛，也很疲惫。我总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说一句：累了，请放过自己，但随时保持热情，也别轻易放弃自己。